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讲的是一位广州嫁到台湾的陆配，她在台湾丢失了10万医药费，结果台湾警察和热心民众是怎么帮她找回来的。这个故事真的让我特别感动，也让我对台湾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李娟，一个来自广州的姑娘，4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台湾的陈先生，两人一见钟情，经过半年的异地恋，最终修成正果。李娟嫁到了台湾，婚后两人生活的挺幸福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陈先生的母亲最近患上了严重的肾病，需要做手术治疗。妈，您放心，我和娟儿一定会想办法筹到这笔钱的。陈先生握着母亲的手保证道。作为儿媳妇的李娟也十分孝顺，她主动提出回广州找亲戚朋友借钱。经过一番周折，她从亲戚朋友那里借到了10万元人民币，换成了新台币，准备带回台湾给婆婆做手术用。这可是婆婆的救命钱啊，我一定要保管好。李娟小心翼翼地将钱放在了随身背包的内袋里，还特意用拉链封好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李娟从广州回到台湾高雄后，因为担心婆婆的病情，急急忙忙地从机场打车直奔医院。在下车付车费时，她打开背包取钱包，却不小心让装钱的信封滑落到了地上，而她因为心急如焚，竟然没有察觉。等到她到了医院，准备把钱交给陈先生时，才发现钱不见了。完了，婆婆的医药费没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李娟顿时慌了神，她蹲在医院门口，泪如雨下。陈先生虽然也很着急，但还是安慰妻子说，别急，我们先回去找找看。两人立刻打车回到了之前下车的地方，在路边四处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李娟蹲在路边失声痛哭，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，有人停下来问，小姐，您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我丢了10万块钱，那是我婆婆的手术费啊。李娟哭着说。听到这话，路过的几位台湾大叔大婶立刻围了上来，有人递上纸巾，有人递上水，更有热心人建议，这种情况要赶紧报警啊！台湾的警察很负责的。在热心民众的帮助下，李娟和陈先生来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。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林的警官，林警官耐心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，并安慰道，别担心，我们会尽力帮你找的。台湾的治安还是很好的，如果有好心人捡到，很可能会上交的。令李娟没想到的是，林警官二话不说，立即调取了她下车地点附近的监控录像，并组织警力开始沿路查找。同时，派出所还通过广播和社区群组发布了寻物启事。这么认真啊！李娟有些惊讶，在她的印象中，丢失的东西通常很难找回来，尤其是现金。就在李娟和陈先生焦急等待的时候，派出所的电话响了，是林警官吗？我在路边捡到一个装满钱的信封，好像有很多钱，我正在原地等失主呢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人家的声音，林警官一听，立刻问清了地点，然后对李娟说，有人捡到你的钱了，正在原地等你去认领。真的吗？李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在她看来简直是奇迹。林警官亲自开车带着李娟和陈先生赶到了现场，在路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约摸60多岁的老先生，手里正拿着李娟丢失的信封。这位老先生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2个小时了。林警官介绍道，他说怕你着急，一直不敢离开。李娟感动的泪水再次涌出，她颤抖着接过信封，检查了一下，10万元分毫未少。谢谢您，太谢谢您了。李娟激动地向老先生道谢，老先生摆摆手，慈祥地笑道，举手之劳而已，路不拾遗是我们台湾人的传统美德吗？你放心，在台湾大家都很重视这一点。陈先生也连连向老先生鞠躬道谢，并想给老先生一些酬谢，但被老先生婉拒了。不用谢我，换作是谁都会这么做的。老先生笑着说，听说这是你婆婆的医药费，希望老人家能早日康复。林警官也笑着补充道，其实今天还有另外2位市民也报了警，说捡到了这笔钱，都在等着归还呢。我们联系你的时候，他们也在派出所等着。
李娟听完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在她的认知里，丢失的现金通常很难找回，尤其是这么大一笔钱。可在台湾，竟然有3个人都想归还她的钱。回去的路上，陈先生握着李娟的手，感动地说：“这就是台湾，路不拾遗，这是我们的骄傲。”李娟点点头，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敬佩。她突然想起自己刚来台湾时的担忧和顾虑，那时她总担心台湾人会排斥大陆来的媳妇，担心自己会融入不了台湾社会。可现在，这座岛屿和这里的人们给了她最温暖的接纳和帮助。我真的很幸运能来到台湾，成为这里的一份子。李娟默默地想着。回到医院，李娟将这段经历告诉了婆婆。老人家听完后，眼中含着泪水说：“娟儿，我们台湾虽然不大，但民风淳朴，人心向善。你以后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”经过成功的手术，婆婆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。李娟在照顾婆婆的同时，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她的故事很快在两岸引起了热烈反响。李娟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开后，引来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和评论。许多大陆网友表示惊讶，有人留言说：“真的假的？这年头还有人拾金不昧，台湾人的素质也太高了吧？”也有人感叹，如果在大陆丢了这么多钱，估计是找不回来了，捡到就是赚到啊！看到这些评论，李娟心中感慨万千。她在视频中认真地回应道：“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，但经历过这件事，我才真正了解到台湾社会的另一面。这里不仅是路不拾遗，更有一种根植于心的公民素养。”随着李娟视频的持续发酵，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故事。一位台湾知名媒体记者联系上了李娟，希望能做一个专访，深入了解这位广州陆配在台湾的生活经历。李娟欣然接受了采访。其实我刚来台湾时，也有很多刻板印象。李娟坐在自家客厅接受采访时坦言，比如认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生活条件可能比较差，但住下来才发现，台湾的生活品质其实很高。记者好奇地问：“您能具体说说吗？”首先是公共秩序特别好，李娟说，比如排队，无论是在便利店还是公交站，人们都自觉排队，从不插队。公共场所也很少有人大声喧哗。再比如环境卫生，街道上几乎看不到垃圾，即使是繁华的夜市，也有完善的垃圾分类设施。李娟继续道，还有民众的素质，像这次我丢钱的事情不是个例。我在台湾生活的这几年，听说过很多类似的故事。记者点点头，是的，台湾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。不过，您觉得台湾的经济情况如何呢？很多大陆游客来台湾时会觉得台湾比较穷。李娟笑了，这可能是最大的误解之一。台湾不是穷，而是低调奢华有内涵。怎么说？记者来了兴趣。表面上看，台湾的建筑可能没有大陆那么气派，街道没有那么宽阔，但生活的细节处处体现着品质。李娟解释道，比如我婆婆家的小区，虽然建筑外表普通，但小区内部设施齐全，有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图书室，还有专门的社区活动中心，老人们可以在那里下棋、唱歌、跳舞。再比如医疗系统，台湾的全民健保真的很便捷高效。我婆婆生病住院，虽然是大手术，但因为有健保，我们自己承担的费用其实并不多。如果不是特殊药物和一些额外的治疗项目，我们根本不需要筹那么多钱。记者若有所思，那您觉得台湾和大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李娟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，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是生活节奏和价值观。台湾的生活节奏慢一些，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幸福感。很多人宁愿收入少一点，也要保证有足够的休闲时间和家庭时间。而在大陆，特别是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，生活节奏非常快，大家都在拼命工作，争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物质条件。这也没错，但有时候会忽略了生活的其他方面。您的观察很独特。记者说，那您在台湾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不适应的地方？刚开始最不适应的是语言。李娟笑着说，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的用语和口音与大陆有很大不同。比如大陆说垃圾桶，台湾说垃圾桶；大陆说土豆，台湾说马铃薯，甚至连问候语都不同。台湾人喜欢问吃饭了没，而不是你好。
还有一点是饮食习惯，台湾菜普遍比较清淡，而我广州人喜欢口味重一点的。刚来时我觉得吃什么都没味道，后来慢慢适应了，现在反而觉得清淡健康更好。记者点头表示理解，适应一个新环境确实需要时间。那么这次丢钱又找回来的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吗？李娟的眼睛亮了起来，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对台湾的看法。我开始主动了解台湾的历史和文化，也更积极地融入当地社区。现在我已经加入了社区志愿者团队，每周都会去敬老院帮忙，或者参加社区的环保活动。我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回馈这个善良的社会，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分享我的故事，让更多大陆朋友了解真实的台湾，消除两岸民众之间的误解。这段采访播出后，引起了更广泛的反响。许多台湾网友留言表示欢迎更多像李娟这样的大陆媳妇来台湾，也有大陆网友表示希望有机会亲自去台湾感受一下。李娟的婆婆看到报道后，握着儿媳妇的手，感动地说：“娟儿，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，你不仅照顾我，还让那么多人对台湾有了新的认识。”李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是台湾人的善良感动了我只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来而已。就在采访播出1周后，令李娟意想不到的是，当初帮她找回钱的林警官和那位拾金不昧的老先生主动联系了她，希望能见一面。在一家温馨的咖啡厅里，李娟见到了林警官和老先生，还有另外2位当初也参与寻找或者报警的热心市民。这次见面我请客，李娟坚持道：“如果没有你们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林警官笑着说：“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你的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正能量。”是啊，老先生接过话茬，看到你在媒体上分享台湾的正面形象，我们特别感动。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希望通过像你这样的桥梁，能让两岸关系更加和谐。李娟听了，眼眶湿润，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。台湾确实是个美丽善良的地方，我希望有更多大陆朋友能了解这一点。他们聊了很多，从生活习惯到文化差异，从社会现象到个人成长。交流中，李娟惊讶地发现，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其实也有很多误区，比如认为大陆人都很有钱，或者认为大陆女孩嫁到台湾都是为了经济利益。这些年来，我接触过不少像你这样的陆配，比如接广告或者直播带货，但被他婉拒了。我不想让真诚的分享变成商业行为，李娟解释道，我做这些只是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两岸的真实情况，促进相互理解。李娟的婆婆手术后恢复得很好，在一次家庭聚会上，她拉着李娟的手对全家人说，娟儿不仅是我的好儿媳，更是我们家的福星。她通过自己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生活环境中那些被忽视的美好。有时候我们台湾人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原来路不拾遗这样的小事在别人眼中是如此珍贵的品质。陈先生也骄傲地搂着妻子的肩膀，是啊，娟儿让我对自己的家乡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我们总是说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但我们在生活品质、社会秩序、公民素养等方面确实有值得骄傲的地方。李娟谦虚地说，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。其实两岸各有所长，相互学习才能共同进步。随着李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，她收到了来自广州某电视台的邀请，希望她能回广州做一期关于台湾生活的特别节目。李娟欣然接受了邀请，这是她第一次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回到家乡。在节目中，主持人问她，很多人认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，你怎么看？李娟思考了一下，回答道，表面上看，台湾的 GDP 确实不如大陆的一线城市，但生活品质并不完全由 GDP 决定。台湾的社会福利、医疗保障、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做得很好，普通民众的生活品质很高。比如我婆婆生病住院，如果没有健保，手术费用大概需要50万新台币，但因为有健保，我们只需要负担不到10万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初只筹了10万就回台湾了。再比如公共交通，台湾的公交、地铁非常准时，而且覆盖面很广，即使没有私家车，出行也很方便。老年人和残疾人还可以享受各种交通补助，
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社会氛围。台湾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纯粹，人们不太攀比物质条件，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价值。在台湾，即使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只要你诚实工作，就能获得基本的尊重和体面的生活。主持人点点头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那你觉得台湾有什么可以向大陆学习的地方吗？李娟直言不讳，当然有。大陆在科技创新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商业模式等方面走在前面，比如移动支付在大陆已经非常普及，而台湾还有很多地方只收现金。又比如高铁网络，大陆的高铁已经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，而台湾的高铁只有一条南北线。还有创业环境，大陆对年轻人创业的支持力度很大，创业氛围也很浓厚。相比之下，台湾的年轻人创业面临的困难更多，政策支持也不够给力。我认为两岸应该取长补短，相互学习。大陆可以学习台湾的社会治理经验和公民素养，台湾则可以借鉴大陆的发展动力和创新精神。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广泛的正面反响，许多广州市民表示，通过李娟的分享，他们对台湾有了更全面、更客观的了解，打破了以往的刻板印象。李娟的父母看到女儿在电视上侃侃而谈，既骄傲又感动。当初他们并不太支持女儿嫁到台湾，担心她会受委屈。没想到女儿不仅生活得很好，还成了两岸交流的民间大使。娟儿，妈妈为你骄傲。李娟的母亲在电话里激动地说，你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还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李娟笑着说，妈，这都是缘分啊。如果不是当初陪婆婆看病，不是丢了那笔钱，不是遇到那么多好心人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机会讲出这个故事。回到台湾后，李娟的生活更加充实，除了照顾家庭，她还开始在一所大学兼职教授两岸文化交流课程，与年轻学子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见解。在课堂上，他经常讲述自己丢钱又找回的故事，但他告诉学生们，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我，而是那些拾金不昧的台湾民众，是那位尽职尽责的林警官，是那个在路边等了2个小时的老先生。他们的善良和正直是台湾最宝贵的财富。同时，我也要告诉大家，大陆同样有很多拾金不昧的好人，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不要因为一些负面新闻就对一个地方或一群人产生偏见。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其实都是善良的，都希望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。有学生问他，老师，您觉得两岸关系的未来会怎样？李娟微笑着回答，我不是政治学者，无法预测政治走向，但从普通人的角度，我相信只要两岸民众多一些交流，多一些了解，多一些包容，我们之间的联系就会越来越紧密。毕竟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和血脉联系，就像我和我丈夫开始时也有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，但通过相互理解和包容，我们建立了幸福的家庭。两岸关系也是如此，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但前景是光明的。时光荏苒，转眼间，李娟来台湾已经5年了。在这5年里，她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还通过一个意外的经历，成为了两岸民间交流的一座桥梁。他常常回想起当初丢钱后的绝望和找回钱时的惊喜，那一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如果没有那次经历，他可能只是众多陆配中普通的一员，默默地适应着台湾的生活，而不会有机会向更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人生真的很奇妙，李娟常这样感叹，有时候看似是一场不幸，实际上却是命运的馈赠。现在，每当有朋友告诉他想去台湾旅游或定居，他都会说，台湾不只是有美食美景，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社会氛围和人文关怀。那里可能没有华丽的摩天大楼，但有质朴的人情味儿；可能没有繁华的商业街，但有整洁的生活环境；可能没有令人炫目的财富，但有令人感动的善良。如果你去台湾，请记得尊重当地的习俗，感受那里的人情温暖。也许你会像我一样爱上这个美丽的宝岛。李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信任。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我们都应该珍视这种善意，并将它传递下去。也许有一天，两岸的交流会更加频繁，误解会逐渐消除，我们会发现彼此之间的相似远比不同更多。
而这一切都将从像李娟这样的普通人的故事开始，从每一次真诚的交流和分享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希望李娟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。无论你身在何处，请记住，善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，它不分地域，不分国籍，能够直达人心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请记得点赞关注，下次见。